你平时吃蓝莓吗？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把这昂贵的超级水果洗塞进嘴里，就能自动收获它所有的健康好处？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个顺手把蓝莓丢进牛奶或者打成冰沙的习惯，其实正在亲手毁掉它最珍贵的控糖功效？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被无数科学研究证实的真相：每天只要吃20颗蓝莓，就能比单纯依赖药物更有效地控制血糖，效果最高可达70%。但是10个人里面有8个都在用完全错误的方式吃蓝莓，他们不仅白白浪费了这种神奇水果80%的珍贵营养，甚至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把蓝莓从控糖助手变成了血糖炸弹。我是慧心医师，今天我不仅要带你拆解蓝莓背后的科学机制，更要明确警告你，我们常犯的3种致命搭配错误。同时，我还会分享3种能让蓝莓控糖效果翻倍的黄金搭档，以及糖尿病患者绝对不能错过的其他5种水果。花几分钟看完这篇指南，你会彻底明白一天吃多少、什么时间吃、怎么搭配，才能让每一颗蓝莓发挥出最大的价值。第1章，唤醒疲惫的胰岛素。很多人把糖尿病当成一个无法逆转的终身判罚，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有的人天天吃药，血糖还是像坐云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而有的人只是改变了饮食里的一些微小细节，就能把血糖稳稳地锁在安全区间？秘密就藏在蓝莓那深邃的紫色皮毛里。这个紫色不是色素，而是大自然最强效的抗氧化剂——花青素。你可能听过花青素这个词，但你大概不知道，蓝莓中的花青素含量是我们平时吃的葡萄的整整30倍。30倍，这意味着什么？每一次你咀嚼一颗蓝莓，就等于给你的身体发射了30倍的细胞修复弹药，而这些弹药直奔你体内那个已经疲惫不堪，甚至快要罢工的器官——胰脏。对于大多数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身体真正面临的危机，其实不是没有胰岛素，而是胰岛素阻抗。用通俗的话说，这就像是你的身体制造了无数把钥匙胰岛素，去开细胞的锁，好让血液里的糖分进去变成能量。但是因为长期慢性发炎和老化，那些锁眼都生锈了，钥匙插不进去，糖分只能在血液里流浪，这就成了高血糖。而蓝莓里的花青素就像是一种天然的除锈剂。世界权威营养学期刊的多项研究明确指出，花青素能直接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它帮你的锁眼除锈，让钥匙重新变得好用。不需要强迫身体分泌更多胰岛素，只是让现有的胰岛素重新恢复工作。血液里的糖被顺利送进肌肉和器官，血糖自然就平稳地降了下来。更让人放心的是，蓝莓本身的升糖指数 GI 只有53，在营养学上，这属于妥妥的低升糖食物，而它的血糖负荷 GL 更低，只有惊人的1.1。这意味着你吃下一把蓝莓，你的血糖根本不会经历那种吃米饭或蛋糕后的狂飙，它只会呈现出一条极其平缓、柔和的曲线。这背后的幕后功臣是蓝莓里的膳食纤维，这些纤维在你的肠道里扮演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守门员，它会主动放慢消化的速度，像拉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不让食物里的糖分一次性涌入血液。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最顶尖的营养专家都会把蓝莓称为植物胰岛素。第2章，你以为的新鲜，可能是一场营养的浪费。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已经想去下单买蓝莓了。先等一下，你买回来的新鲜蓝莓通常装在一个塑料盒子里，上面戳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洞。你是不是觉得直接把这盒子往冰箱里一塞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健康陷阱。那些小洞是为了让蓝莓呼吸，防止它在运输中闷坏。但当你把它放进家里堆满剩菜、泡菜、生肉和鱼类的冰箱时，那些小洞就成了有害气体的通道。冰箱里的异味会顺着小洞钻进每一颗蓝莓。不仅香气没了，蓝莓里的水分也会在冷藏室里慢慢蒸发，果实变得干瘪、软烂，最关键的活性成分也在一天天流失。那么应该怎么保存？如果你买的是新鲜蓝莓，而且打算在2-3天内吃完，请立刻把它们从塑料盒里转移出来，装进干净的密封容器里，再放进冷藏室，这样能锁住水分，隔绝冰箱里的杂味。但如果你想长期吃，或者想获得更强大的控糖效果，我作为医生反而强烈建议你把它冷冻起来。听到这儿，你可能会怀疑，
冷冻那不是会破坏营养吗？这正是最反常识的地方。国际多项严谨的营养学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冷冻蓝莓会让它最核心的成分花青素的浓度大幅增加。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其实很简单，在冷冻的过程中，蓝莓细胞内部的水分会结冰膨胀，这会顺理成章地胀破蓝莓那坚硬的植物细胞壁。当细胞壁破裂后，原本被锁在细胞内部的花青素就会彻底释放出来，处于一种极易被人体吸收的活跃状态。虽然冷冻可能会损失一点点娇气的维生素 C， 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最需要的抗氧化之王花青素却因此得到了几何倍数的浓缩。所以不用迷信高价的新鲜蓝莓，去买大包装的冷冻蓝莓，或者自己把新鲜蓝莓洗净烘干后冷冻，不仅省钱，效果反而更好。至于清洗也有讲究，你一定见过蓝莓表面那层薄薄的像白霜一样的粉末，很多人觉得那是农药，非要用手使劲揉搓，直到把蓝莓洗得晶莹剔透、油光发亮才放心。千万别这么干。那层白粉叫做果粉，是蓝莓自己分泌的天然保护膜。白粉越多，说明蓝莓越新鲜，营养价值和甜度反而越高。正确的清洗方法是在盆里放清水，滴入几滴白醋，把蓝莓放进去，静静浸泡10分钟。白醋能安全地杀灭表面的细菌，溶解残留的杂质，最后用流动的清水轻轻冲洗干净即可。整个过程动作要像抚摸婴儿的皮肤一样温柔，千万不要用力揉搓。第3章毁掉蓝莓功效的3大致命搭配。好，现在蓝莓保存好了，也洗干净了，接下来就是导致80%的人白花钱，甚至吃出高血糖的重灾区搭配错误。请对照一下，你有没有在犯这3个错误？错误1：蓝莓非牛奶或者优格麦片。这大概是全台湾甚至全世界最流行的一种中产阶级早餐画风。一碗燕麦片，倒上香浓的鲜牛奶，再抓一把新鲜的蓝莓扔进去，或者是蓝莓拌希腊酸奶。看上去是不是健康到了极点？但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看，这无异于一种暴殄天物。牛奶里富含什么？钙。蓝莓里最珍贵的是什么？花青素。当这两者在你的胃里相遇，就会发生一种极其迅速的化学反应，钙离子会和花青素紧紧结合，形成一种分子极大、人体根本无法吸收的复合物。这就意味着你花大价钱买来的蓝莓灵魂花青素，还没来得及在你的血管里发挥作用，就直接顺着消化道被排出了体外。你辛辛苦苦吃下去的蓝莓，失去了70%到80%的抗糖和保护心血管的效果，变成了一堆只有甜味的普通果肉。我知道很多人喝牛奶是为了补钙，这没有错。但如果你想通过蓝莓来调理血糖，请把这两者分开。比如早上喝牛奶，蓝莓留到下午当点心吃，或者中间至少间隔2到3个小时。如果你一定要做一杯蓝莓奶昔，请把动物牛奶换成椰子水、纯净水或者无糖杏仁奶，这样不仅口感同样丝滑，而且完全不会干扰花青素的吸收。错误2：蓝莓非铁质食物，如红肉、动物肝脏、菠菜，这也是一个极易被忽视的搭配雷区。如果你中午刚刚吃了一顿丰盛的牛排，或者喝了一碗菠菜猪肝汤，饭后你觉得应该补充点水果，于是顺手吃了一盘蓝莓，这时候两败俱伤的局面就发生了。红肉、肝脏和菠菜里富含大量的铁，铁是一种具有极强氧化性的矿物质，而花青素是一种极强的抗氧化剂。这两者在胃肠道里相遇，就像是冰与火的碰撞，铁会迅速削弱，中和掉花青素的活性，而花青素也会反过来妨碍你身体对铁质的吸收。国际多项临床营养研究已经证实，同时摄取高铁食物和富含多酚类如花青素的食物，两者的吸收率都会呈现断崖式下跌。方法依然很简单，拉长时间差。如果中午吃了红肉，把蓝莓移到下午3点或者4点吃，给每一种珍贵的营养素一个独立的时间段，让它们在你的体内充分发挥作用，互不干扰。错误3：蓝莓非果汁机打成冰沙或果汁。如果说前2个错误只是让你白白流失了营养，那么这第3个错误则是直接把蓝莓变成了毁掉你胰岛功能的慢性毒药。老实说，在多年前我自己没有深入研究食疗之前，我也犯过这个错。很多人觉得牙齿嚼得不够碎，用果汁机打成细腻的蓝莓汁或者冰沙，不是更方便身体吸收吗？大错特错。当我们一颗一颗嚼着吃蓝莓时，这个动作迫使我们分泌唾液，启动消化系统。
蓝莓里那些完整的网状的膳食纤维会像一个温柔的屏障一样，包裹着果肉里的天然糖分，在你的肠胃里慢慢释放。你的血糖是以一种极为缓慢、安全的斜率上升的。但是，当你按下果汁机开关的那一瞬间，高速旋转的刀片在几秒钟内就会把你赖以生存的膳食纤维切得粉碎，甚至彻底破坏了它的物理结构。原本被纤维牢牢锁住的天然果糖，在这一瞬间被全部释放，游离在液体中。当你一口喝下这杯精美的蓝莓汁，那些游离糖几乎不需要消化，像汽水一样，在几分钟内直接穿透你的肠壁，涌入血液。你的血糖会瞬间出现一个极其危险的陡峭波峰。这时候，你体内那已经疲惫不堪的胰腺，被迫要像消防队一样紧急出动，疯狂分泌胰岛素来降血糖。长期这样刺激，你的胰岛功能只会加速衰竭。更糟糕的是饱腹感的缺失。你吃一整碗蓝莓，一颗一颗嚼，可能需要10分钟，你会觉得很饱。但如果打成一杯果汁，你咕嘟咕嘟15秒就喝完了，大脑根本来不及接收到饱了的信号，你很快就会觉得饿，从而摄入更多的食物。我曾经在门诊遇到过一位糖尿病患者，他非常注重养生，每天雷打不动喝一杯自己打的特浓蓝莓冰沙，还觉得自己吃得非常健康。结果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指标一直居高不下。后来我让他停掉果汁机，把同样分量的蓝莓用手抓着，一颗一颗慢慢嚼着吃。仅仅过了2周，他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就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平稳下降。所以，请关掉你的果汁机，用你的牙齿去咀嚼它，那是大自然赐予你最天然、最健康的降糖工具。第4章，让控糖效果翻倍的3大黄金搭档。既然有错误的搭配，自然就有神奇的组合。在我的食疗配方里有3种非常不起眼，甚至在你的厨房里就能轻易找到的食物，它们一旦和蓝莓相遇，就会产生化学上的协同效应，达到1+1=3的惊人效果。黄金伙伴1，真正能提高胰岛素敏感度的香料西兰肉桂。注意听清楚了，我这里强调的是西兰肉桂，而不是我们平时在超市卤肉包里常见的那种普通中国肉桂。这2种肉桂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肉桂 Cassia 树皮厚而硬，颜色深，它含有一种对肝脏有潜在毒性的物质香豆素，含量非常高，不适合每天大量食用。西兰肉桂 Ceylon 原产于斯里兰卡，树皮像纸一样薄，多层卷曲，颜色呈淡淡的金黄色。最重要的是，它的香豆素含量微乎其微，非常安全，而且口感更温和，带有淡淡的甜香。为什么要把蓝莓和西兰肉桂配在一起？因为这2者都是医学界公认的胰岛素增敏剂。美国多项临床营养研究证实，每天只需要吃极少量的西兰肉桂，大约半茶匙，就能让你的细胞在接下来的12小时内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显着提升。当你把1/4茶匙的西兰肉桂粉撒在洗净的蓝莓上，肉桂独特的温和香气和蓝莓微酸的甜味完美融合，不仅美味，这更是一剂长效的天然控糖药剂。它能确保你一整天的血糖波动都维持在极低的振幅内。你可以把它拌入无糖的椰子酸奶里，或者直接当下午茶点心吃。黄金伙伴2，被低估的胰腺保护者高纯度黑巧克力。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大吃一惊。慧心医师，你是不是开玩笑？糖尿病患者还能吃巧克力？是的，你没有听错，但有一个严格的门槛，可可含量必须在70%以上，最好是85%甚至更高的真正黑巧克力，绝对不是那些加了大量牛奶和白砂糖的廉价甜巧克力。高纯度黑巧克力里富含一种极其珍贵的抗氧化成分黄烷醇。欧洲一项针对大型人群的长期追踪研究发现，经常适量摄入高品质黑巧克力的人，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明显低于不吃的人。2，因为黄烷醇能够直接改善我们胰脏里贝塔细胞 beta cells 的功能。这些细胞正是你体内唯一能够生产胰岛素的核心工厂，同时它还能软化血管，改善全身的微循环。当几颗酸甜的蓝莓配上一小块大约20克带有一丝微苦的黑巧克力，这2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花青素、非黄烷醇会在你的体内并肩作战，一个改善细胞锁眼提高敏感度，一个修复生产工厂保护贝塔细胞。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控糖黄金组合。但要记住，黑巧克力依然含有热量，每天吃2-3小块即可，千万不要贪多。黄金伙伴3，吸收自身重量10倍水分的控糖盾牌
奇亚籽，奇亚籽，这个从古代阿兹特克文明流传下来的神圣种子，如今已经通过现代科学证明了自己的非凡实力。奇亚籽拥有一个几乎变态的物理特性，它能吸收自身重量10倍以上的水分。当你把它浸泡在水或者无糖杏仁奶里，它会在表面迅速形成一层粘稠的像果冻一样的凝胶状物质。这层凝胶就是糖尿病患者最强大的血糖物理盾牌。当奇亚籽和蓝莓一起进入你的胃部，这层粘稠的凝胶会像一张网一样，把蓝莓的果肉和糖分牢牢包裹住。它极大地延长了食物在胃里的排空时间，让糖分的吸收速度慢下来，再慢下来。不仅血糖波动消失了，奇亚籽丰富的膳食纤维和 Omega-3 脂肪酸还能带来极强的持久的饱腹感。我通常建议我的患者在晚上做一碗蓝莓奇亚籽布丁，2汤匙奇亚籽，加入半杯无糖杏仁奶，放进冰箱泡一晚。第二天早上，它会变成像布丁一样的质感。抓一把蓝莓放进去，再撒一点点西兰肉桂粉，这就是一顿近乎完美的高纤维、高蛋白、极低升糖的抗炎早餐。很多患者仅仅把早餐换成这个，2个星期后，空腹血糖就出现了让人惊喜的改变。第5章，黄金剂量，多吃不一定好，怎么分配才是关键。明白了怎么搭配，我们来谈谈一个最核心的实操问题：一天到底应该吃多少蓝莓？是不是越多越好？在营养学上，任何抛开剂量谈功效的行为都是不严谨的。蓝莓虽然好，但它毕竟含有天然的果糖。如果因为觉得它健康，每天抱着一整箱像吃爆米花一样不停地吃，你的血糖一样会崩溃。对于糖尿病和高血糖人群，国际营养专家推荐的黄金数字是一天控制在16到20克左右，大约28克。这个分量刚好是你用手掌轻轻抓起的一小把，分量看起来很少，对不对？但这正是既能让花青素发挥最大功效，又不会给身体代谢糖分造成任何负担的黄金平衡点。而且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秘诀，绝对不要一次性把这20颗蓝莓全部吃完，这是大多数人常犯的错误。在午餐后或者看电视时，一口气把一整盘蓝莓全部消灭。最聪明的吃法是分而治之，少食多餐。你可以把这20颗蓝莓拆分成3到4次来吃。早上吃奇亚籽布丁时丢进去5颗，下午3点身体开始觉得有点疲倦，血糖有点低的时候，配着几颗坚果吃67颗。晚上吃完晚餐半小时后，当成水果点心吃剩下的56颗。这种微量持续多次的摄入方式，能够让花青素在你的血液里24小时维持一个稳定的浓度，这比你一次性猛吃一堆，然后让身体在接下来的10几个小时里断档，效果要好上10倍。第6章，除了蓝莓，这5种水果也是糖尿病患者的特效药。在门诊，我听过最多的一句抱怨就是：医生，自从我得了糖尿病，我感觉自己像个苦行僧，甜的水果不敢碰，每天只能看着别人吃，人生少了一大半乐趣。其实大可不必，大自然非常慷慨。除了蓝莓，还有5种水果，不仅对血糖安全，甚至能起到主动控糖的作用。其中有几种可能完全颠覆了你过去的旧认知。1. 酪梨牛油果，颠覆水果规则的零糖。奇迹酪梨在水果界绝对是个叛逆者。普通水果的内核是果糖，而酪梨的内核几乎没有糖，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和橄榄油一样健康的单元不饱和脂肪。你不需要害怕脂肪，这种健康的脂肪是天然的消炎药和血管清道夫。酪梨的升糖指数 D 几乎接近于0，吃半颗酪梨，你的血糖曲线甚至比吃一盘青菜还要平稳。更神奇的是，如果你在吃米饭、全麦面包的时候配上几片酪梨，酪梨里的脂肪会主动延缓其他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从而拉低整顿饭的升糖指数。一天吃半颗，不仅能改善你的胰岛素敏感度，还能帮你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 LDL。2. 青苹果，带皮吃才是降糖的正确姿势。有句老话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但对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只对了一半。我不推荐你吃那种甜得发腻、面面的红富士苹果，我更推荐你吃带有一丝酸味、口感清脆的青苹果。青苹果里富含一种极其特殊的膳食纤维果胶，果胶进入胃部后会迅速与水结合，变成一种粘稠的凝胶，像奇亚籽一样能死死拉住糖分的吸收速度。
但请记住2个铁律，绝对不要削皮。苹果皮里含有1半以上的果胶和绝大部分的抗氧化多酚，削了皮，你吃下去的就基本只剩糖和水了，绝对不要榨汁。同样的道理，苹果一旦变成苹果汁，纤维全部被扔掉，一杯苹果汁的糖分含量相当于1罐可乐，那是纯粹的血糖催化剂。3. 芭乐番石榴，被遗忘的维生素 C 之王，很多台湾人在追求昂贵的进口蓝莓、牛油果时，往往忽略了身边最便宜、最常见的宝藏——芭乐。芭乐的升糖指数只有33，比青苹果还要低，但最惊人的是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一个中等大小的芭乐，其维生素 C 含量是橘子的整整4倍。维生素 C 对于糖尿病患者至关重要，它能极大地减少体内的氧化压力，预防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致命并发症。3. 而且芭乐含有极高比例的粗纤维，一个芭乐就能提供你1天所需膳食纤维的1/3。吃芭乐时，连籽和果肉一起吃，中间那个部分虽然甜，但也是纤维最密集的地方，只要适量，完全不用担心。4. 西瓜，被冤枉太久的高 GI 水果，听到西瓜，很多高血糖的人可能已经吓得连连摆手了。西瓜那么甜，升糖指数 GI 高达72，这怎么能碰？这正是很多人对升糖指数的误解。西瓜的 GI 确实高，但它的血糖负荷 GL 极低，只有5左右。为什么？因为西瓜92%以上都是水，你吃100克的西瓜，里面真正的碳水化合物其实只有几克。只要你控制好分量，一次只吃1到2片，大约150克以内，它对你血糖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反而，西瓜里富含的番茄红素和瓜氨酸对保护你的心血管系统、改善夜间睡眠非常有帮助。重点是千万不要空腹吃，最好在饭后吃，而且要冰凉着吃。冷藏会减缓食物在胃部的排空速度。5. 柳橙与橘子，整颗吃是药，榨成汁是毒柑橘类。水果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维生素 C， 但它们也是打成果汁的最大受害者。吃一颗新鲜的柳橙，你得花时间剥皮，一片一片嚼，把里面的白色丝状物质决落，富含果胶一起吞下去。这时候它是健康的。但如果你把34颗柳橙塞进榨汁机，滤掉所有的渣子，做成一杯纯净的柳橙汁，你等于直接把几十克纯果糖毫无防备地注射进了你的血管。记住，想吃橘子或柳橙，用你的手去剥，用你的牙齿去咬，绝对不要碰任何市售或自制的果汁。第7章，时间比种类重要10倍，水果的黄金时间表。有了这么丰富的水果库，我们再来解决最后一个，也是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在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吃水果最好？很多人的习惯是早上起床空腹吃一大盘水果，觉得这样可以排毒，或者为了减肥，晚上不吃饭，只吃水果。如果你有高血糖或糖尿病，这2个习惯无异于在身体里埋下定时炸弹。为什么绝对不能空腹吃水果？当你经历了一整夜8到10个小时的睡眠后，你的胃部处于完全排空的状态。这时候，你体内肝脏储存的糖原已经耗尽，身体正处于一个极度渴望能量的饥饿状态。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吃下一大盘水果，里面的果糖和葡萄糖就像无阻挡的潮水一样，在几分钟内被肠胃一扫而光，直接涌入血液。你的血糖会呈现出一个极其恐怖的、接近直角的飙升。随后，身体会分泌海量的胰岛素进行暴力镇压，血糖又会像自由落体一样急速坠落。结果就是吃完水果1-2个小时内，你不仅不会觉得精神，反而会感到极度的疲劳、头晕、心慌，并且产生更强烈的饥饿感。水果的最佳时间段，主餐与主餐之间饭后23小时。我推荐的水果黄金时间是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下午3点到4点之间。在这个时间段，你中午或者早上的正餐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你的血糖已经度过了餐后波峰，开始缓慢下降。你可能会感到有一点点小饿，这时候吃少量水果，比如一把蓝莓配几颗杏仁，水果里的糖分能刚好补充你正在流失的能量，稳定血糖，防止出现危险的低血糖综合征。同时，因为胃里还有之前正餐的纤维和蛋白质在发挥缓冲作用，这次的水果绝对不会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饭后马上吃水果可行吗？如果你刚吃完一顿丰盛的有肉有菜的正餐，这时候胃部已经塞满了食物，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吃下极少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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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胃
注意是极少量，比如2-3片青苹果或几颗蓝莓的水果。因为胃里的食物阻挡，水果的消化速度会被迫放慢，糖分释放会极其缓慢。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主餐后吃少量水果其实比空腹吃安全10倍。但前提是那一餐的主食米饭、面条必须减量，否则总碳水化合物依然会超标。晚上8点后，请对水果锁上大门。到了晚上，我们人体的代谢速度会自然放慢，肌肉和器官对糖分的消耗能力降到了最低点，胰岛素的敏感度在晚上也是一整天中最低的。这意味着，即使你吃和中午一模一样分量的水果，晚上引起的血糖上升幅度也会明显高于白天。而且，如果晚上血糖长期处于高位，会严重干扰你的睡眠质量，导致夜尿增多、早起头痛、身体慢性发炎加剧。所以，晚餐后除了极个别像酪梨这样几乎零糖的水果，或者510克蓝莓，其他水果一律不要碰。听到这里，相信你对如何吃蓝莓、如何吃水果，已经有了一套完全颠覆以往的科学的认知。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也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痛苦和复杂。它不需要你完全放弃生活中的甜美，只需要你稍微调整一下存放的方式、清洗的动作、搭配的伙伴以及入口的时间。从今天开始，我向你发出一个14天蓝莓控糖挑战。准备1包冷冻蓝莓，每天抓出20颗，分成3次吃。早上把蓝莓配上奇亚籽和一点西兰肉桂，下午或者晚餐后慢慢一颗一颗嚼着吃。彻底关掉你的果汁机，远离牛奶和红肉搭配。只要你坚持这14天，你会发现，你不仅是在享受蓝莓那美妙的微酸与甜意，你更是在用最温柔、最自然的方式，帮助你体内那个疲惫的胰腺慢慢复苏。14天后，当你再次拿起血糖仪，那条变得平稳、温和的血糖曲线，就是身体给你最真诚、最健康的谢礼。我是慧心医师。如果你觉得今天的食疗指南对你和家人的健康有帮助，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把这篇有温度的科学指南分享给你身边每一个正在和血糖做斗争的亲人。我们下期食疗指南不见不散。祝你和家人永远健康，血糖稳如磐石。